蓝忘机在空地处坐定，召唤出忘机古琴，扬手拨弦，一串清脆的音符流水般滑出。他只弹奏了短短一段，便撤离了琴身上方，凝神望着仍在颤动的琴弦。老刘和猎户都没见过问灵，脸上露出震惊的表情，震惊之余，心里不由得期待起来。这是找对门了。忽然，琴弦一震，自发弹出了一个音，众人不由得屏息凝神。蓝忘机慢条斯理道：“他在这里。”猎户胸膛剧烈的起伏了一下，他看了眼空荡荡的四周，声音颤抖的问道：“旭儿，你在吗？是你吗？”琴弦自动而发，又弹出低沉缓慢的几声。蓝忘机道：“他说他就在你面前，不过……”鬼是没有意识、没有时间概念的，也不会知道自己已经死了，更不知道自己死了多久。这个叫雀儿的姑娘，只知道要给自己丈夫送饭吃，看到猎户找上山来，直抱怨自己手脚慢了，饭该凉了。送饭看似一件很不起眼的事，可蓝忘机知道，很多鬼都是因为一些小小的念头徘徊于世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变成执念，再化为厉鬼。在他的耳中，这名声音温柔的女子由一开始的平静诉说，逐渐转变为无助哭喊：“宝山，你怎么不看我？我在这儿啊！为什么我开不了口，说不出话？为什么我碰不到你？你怎么不看我？你怎么不看我？”蓝忘机思索片刻，又弹了几句。这次琴弦再硬，却只有短促的2个音。过了好一会，又有很长一段细碎的乐音传来。女人从蓝忘机的陈述中反应过来，自己已经死了，在难以置信后，只剩满心悲凉的呜咽。蓝忘机抬头对猎户道：“肉身已随水流而下，往东去了。”不用猜，自是鱼虾为食，再难追寻。虽然早就预料过最坏的结果，但真的有人告诉他这个事实时，猎户还是心情沉重的抬不起头来，仿佛一块巨石压在了他身上，让他比之前更加疲惫，更加无法解脱。蓝忘机见他没有发怒或消失，便打算超度他。猎户看不到他媳妇儿，只知道这次是真的要告别了，表情看起来比之前还要落寞，几乎是一瞬就红了眼眶。你告诉他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少吃点苦。其实鬼是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的，也无法决定自己投胎到什么人家，但蓝忘机还是点点头，弹奏了一段和缓的旋律，告诉他：“不用怕，你丈夫会照顾好自己。”山谷间一片寂静，只有呜呜风声，离别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。蓝忘机拧着眉，似乎在努力辨认着什么。他有话说。猎户攥紧了手指，眼角布满血丝。他看着这空荡荡的天和地，多希望能再见见那个人，再听听那个人的声音。蓝忘机缓缓道：“他说钱都放在你们床底下的首饰盒里，你知道在哪？”乐声沉了下去。他还说别老是喝酒了，你胃不好。背后传来隐隐的哭声，一阵冷风从缝隙里灌了进来，把山雾也卷了进来，呛进了蓝忘机的鼻子里。他一皱鼻子，从鼻腔到眼眶都漫上酸意。他说：“我走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风停云散，四周再也没有其他声音。魏无羡的手握得越来越紧，但这已经无法再缓解他心里的震撼与痛苦。蓝曦臣所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像是在用刀割，用鞭打，让他心痛得喘不过气。当年生死之时，他身处绝境，但是因为无畏，因为不悔，他并不觉得内心折磨。此刻，他为蓝忘机，为那个13年前他抱不到、看不到、错过的人，感到撕心裂肺的痛。但是他必须听着，他必须知道，蓝曦臣再三确认他是真的能够承受，才继续讲了下去。当年蓝忘机回家领罚后，无论蓝启仁和蓝曦臣如何追问，他对不夜天那晚及后来发生的事都闭口不提，于是旁人再也无从知晓他将魏无羡带走并消失的时间里发生过什么。当时他是名满天下的名士韩光俊，是蓝启仁寄予厚望的弟子，是蓝曦臣最为爱护的弟弟。他们猜测他可能受了魏无羡的蛊惑，再或者一时走火入魔。蓝曦臣回忆这些时仍有些惆怅。他是主动回来领罚的，所以我们天真的以为他是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。姑苏蓝氏子弟蓝湛不顾劝阻，一意孤行，重伤家中数名长辈，视为大不敬，罚他领33道戒鞭，以示警醒。蓝曦臣作为他的兄长，手足同心，心中自然不忍，虽然知道无用，仍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叔父，戒鞭狠打在身上，此生难消，寻常人只挨一下就万古噬心，疼痛难忍。”
蓝启仁充耳不闻，厉声问道：“你可有悔过之心？”蓝忘机面对着祖宗牌位，认真而庄严道：“晚辈忘机有违家规，伤及长辈，犯下大过，故来此领罚。所作所为，皆出自本心，与旁人无关，纵死无悔。”蓝启仁怒不可遏道：“真是无药可救！”界边破空而落，带着被劈开的风声，一下接着一下，一点都不见手软。蓝忘机脸上的表情却算得上是淡漠，倔强的一声不吭。蓝曦臣的记忆里，云深不知处从未有人受过如此重的刑罚。33道鞭痕穿透雪白的衣袍，染红了蓝忘机的整个背，溅起的血珠落在他的脸上，凝成一股血痕后顺着脸颊往下滴落。鞭声在第33次后停下，蓝启仁沉沉地看了他一眼，终于背过身去，失望地摇了摇头。蓝曦臣问他：“忘机，魏公子已铸成大错，你何苦错上加错？”蓝忘机脸色苍白，一身血色，唯有脊背挺得笔直。忘机无法断言魏婴所作所为对错如何，但无论对错，我愿意与他一起承担所有后果。他的过错与你又有何干？蓝忘机垂眸，看起来有些失落。若是我希望与我有关呢？忘机回忆起当时弟弟两颊凹陷、虚弱无比的惨状，蓝曦臣仍感到揪心不已。之后就是长达3年的禁闭，说是禁闭，但33道戒鞭伤及骨肉，动其筋骨，加上高烧，喝药时积郁咳血，这样的身体根本是寸步难行。魏无羡的手背更是不受控制的颤抖起来。4大家族合力围剿乱葬岗时，蓝曦臣在进士门前站了很久。蓝启仁道：“别告诉他了，如果他知道，一定会去。”但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禁闭期间，蓝忘机还是从进士的门扉外听到了：“天道好轮回，善恶终有报，夷陵老祖终于身死魂消，真是痛快。”这个下场真是便宜了他。在我看来，他死1000字10000字都不够解恨。嘘，你们小声点，先生说过，进士附近不可大声喧哗。蓝忘机拖着重伤的身体，借着廊柱站了起来。他拿起尘封许久的碧尘，打开了进士的大门，穿过楼台水榭，就往山下去。蓝曦臣道：“忘机，你要去哪儿？”蓝忘机紧抿着唇，一声不吭。蓝曦臣道：“忘机，你伤未痊愈，不可随意走动。”蓝启仁却道：“让他去。”蓝忘机一时怔住了。蓝启仁的眼神太过平静了，平静到让蓝忘机感到恐惧，那是一种早已知晓结局的平静。不可能，那个人怎么会死？他可操纵阴兵100万，他说过自己无所不能。蓝忘机在乱葬岗上找了3天，负责清理战场的修士努力辨认了许久，才认出这个形容憔悴、脸色苍白、一身血污的人竟是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。韩光君，您在找什么？魏婴，韩光君忘了，4大家族围剿乱葬岗的时候，夷陵老祖受邪术反噬，被自己招来的走尸咬成了齑粉，已经死了。蓝忘机推开他，对他的话置若罔闻。韩光君。蓝忘机找不到有关魏无羡的一点痕迹，哪怕是一块骨头、一片碎肉、一缕虚弱的残魂。最终他只找到被藏在树洞中高烧昏迷不醒的温苑。哈哈哈哈！蓝湛，恭喜你，他喜欢你了。他喜欢谁就抱谁的腿，绝对不会撒手的。回姑苏蓝氏的途中，蓝忘机在彩衣镇上买了一壶天子笑。那晚是蓝忘机生平第一次喝酒，也是第一次醉酒。酒很香很纯，分明不是辛辣呛人的味道，灌下去后却满喉灼痛。他不喜欢这个味道，但大概能明白为什么那个人会喜欢。蓝曦臣见他摇摇晃晃地往前走，不放心地跟过来，这才看见他怀里抱着一个瘦到皮包骨的孩子。忘机，这是谁家的孩子？蓝忘机对他视若无物，机械般地往前走。温苑在他怀抱里摇摇欲坠。蓝曦臣将孩子抱了过来，震惊地辨认出这孩子穿的竟是一件破破烂烂的艳阳烈焰袍。蓝曦臣遍体生寒，一时间各种猜测，正欲拦住神志不清的蓝忘机，却在他身上闻到一股不熟悉的味道。蓝曦臣迟疑道：“忘机，你喝酒了？”瘦小的孩子突然大哭起来，蓝曦臣不懂得如何哄孩子，一时间手忙脚乱。那孩子见他腰间挂着白玉洞箫，错认成笛子，哭得更加撕心裂肺，脖颈拼命往后仰，手指虚空的不知要抓什么。宪哥哥，笛子。笛子。
蓝忘机砸开了云深不知出的古室，在里面翻箱倒柜的不知找什么东西。蓝曦臣问：忘机，你找什么东西？蓝忘机目光茫然的道：笛子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欢迎在视频下留言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